那个晚上忙完了一块吃个饭。是去我家里边。啊？人只是上班迟到了半小时，没想到遇见消失20年的初恋。啊？你怎么在这儿？生日快乐，边经理。快了！你们俩认识？边亮惊讶的语无伦次，一旁的廖总给他介绍，东晓代表总部来公司评估的，意思就是让大家都上称，看看有几斤几两。这时东晓礼貌地站立起来握手。边亮显然有些手忙脚乱，本身在这个时候见到校花就激动，再加之东晓要评估自己，更是不知所措。销售部人员以为边亮荣升副总，都迫不及待地帮他庆祝起来。边亮急忙制止他们的行为，告诉大家总公司这次来并没有宣布这个事，要大家都收敛一下。今天的事情不知道是福是祸，边亮心里忐忑不安。东晓的到来是他的意料之外，边亮特地安排人购买了东晓喜欢喝的蓝山咖啡，便一路跟着他唠家常。他先夸东晓褪去了稚嫩，多了一些成熟，更像是雍容华贵的贵妇人。这么多年过去，他的孩子都上中学了，想知道东晓生的是男孩女孩，这不问不知道，一问吓一跳。东晓至今还是单身一人。单身。结婚了吗？正常，现在结婚生子已经不是这什么刚需了吗？职业女性就活该单身。边亮说完就觉得有些唐突，马上改口说这样也很好。东晓准备从边亮开始评估，让边亮有些丈二摸不着头脑。这时东晓话锋一转，咱们俩过去那些事儿，你都忘了吗？东晓一直是边亮的梦中情人，20年前为了追求东晓，边亮可谓是煞费苦心。没想到东晓天生孤傲，根本没把边亮看到眼里。大学毕业后就出国留学，边亮生怕东晓报复自己，所以特地找老同学余光帮忙组个局探探底，并把东晓的名片发了过去。余光倒是个爽快人，立马和东晓约了晚上聚餐。很快到了下班时间，东晓见边亮在办公室，于是给他发去了语音。边亮，余光给我打电话说今天晚上一起吃饭，我的电话是不是你给他的？你干嘛不自己打给我？边亮看到信息有些惊讶，支支吾吾地说是余光这小子这么着急，他压根不知道要吃饭这件事。我答应。边亮故意装作不知道，说准备回家和媳妇孩子过生日。既然余光约好了就请这边来，东晓想让他带着自己一起去。边亮一听傻眼了，他的车今天被堵在地下车库，没有开车来上班，于是急忙编个谎言。哎呀，真不成，我这正好出来了啊，我没在公司。这样，我问余光要给你，咱们就吃饭是不是？边亮表示自己没在公司，却被东晓当场拆穿。边亮被戳穿有些尴尬，但东晓似乎也不生气。三人去了大学时期经常去的烧烤摊，余光为了边亮豁出去自己套话，东晓索性告诉边亮，自己这次回来就是冲着他来的。当年咱们俩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说过要娶我这次回来就是要看你兑现承诺。边亮和余光都吓了一跳，连忙和东晓解释他是个有妇之夫。东晓态度却很坚决，他等了20几年，飞了大半个地球回来，就是为了让边亮娶她。在回酒店的路上，边亮帮东晓盖上外套。东晓说今天那些话并不是真的，还举着他的外套在窗边散味，怕沾上香水味他回去不好交代。东晓在酒店下车后，想要边亮送他上去。今天很开心啊，你这回来，真的今天是特别开心。看到东晓凑过来的热唇，边亮强忍着自己的情绪，答应明天一早过来接他去公司，这才让东晓放过了他。回家后，边亮急忙把身上衣服脱下来扔到了脏衣筐里，他的这个动作很快引起媳妇的怀疑。不要说你爱我，你想我，如果你的心里没有这么做，只是勉强的敷衍我知道了会很难受。男人本以为自己提拔为公司副总，便可以和老婆孩子安度下半生，没想到消失20年的初恋突然回国。边亮怕媳妇发现自己身上的香水味，回家便急忙把衣服脱个精光，第二天还把换下来的衣服拿走，没想到还是被媳妇发现。拎的什么呀？这个就一些脏的那个衣服换下来的，你给我放进去。怕媳妇发现衣服里的秘密，边亮谎称自己拿去干洗。媳妇第一次看边亮这样勤快，还对他的反常有些疑惑。边亮按照约定去接东晓，没想到正好被儿子发现。他认为爸爸真有钱，把衣服拿到5星级酒店清洗。老婆没打到车，想让边亮送一段。两人正说话间，东晓正好出来。双方碰面的修罗场让边亮很是尴尬，他急忙介绍媳妇和东晓认识，一时间也不知道该不该让媳妇和孩子上车。东晓倒是爽快，既然顺路就让嫂子和孩子一起走。
车上氛围有些尴尬。边小芳首先打破了沉默，她得知东晓是从英国留学回来，又是爸爸的领导，便给东晓告状父亲在家里不民主，自己不想出国留学，他非得要他去。这时傅欣彤插了一句话：东晓，你当初是因为什么决定要出国的呀？东晓当初想和边亮好，家里不同意，便让他出国留学。这些年过去了，他还念念不忘，只有含糊其辞说不记得了。边亮本想着避嫌，让东晓坐电梯先上公司，怎料东晓非得等边亮一起。两人坐电梯的时候正好早高峰，电梯瞬间就挤满了人。边亮生怕挤着东晓，紧缩着身子站在脚上，没想到他越往脚里站，东晓就越往他这里挤。边亮不想占人家的便宜，但东晓却显得无所谓的样子。东晓借着考察的名义来边亮的办公室，边亮怕被员工看见不好，急忙把百叶窗拉上。不过他转念一想，这样也不对，又把百叶窗打开，果然一个人正在偷看他们。刚才看到边亮的太太和儿子，见他们一家幸福美满，东晓让边亮猜一下自己现在的心情。这不是到这时候都这样了。东晓拿出自己的手机，让边亮看她男朋友的相片。边亮一听东晓有男朋友，如释重负，直夸小伙子人长得帅气，比他年轻的时候英俊多了。你就没有一点失落感？失落感当然还是有的。为了让边亮表示出真心，东晓让他陪自己出去逛逛，两人吃吃喝喝无比爽快，感觉回到了从前的时光。这时他们经过一个婚纱店，东晓想看看婚纱，边亮认为东晓要结婚了，是该挑选一套自己喜欢的婚纱。东晓换了件婚纱闪亮登场，让边亮看的眼睛都直了。猪猪不愧为连续3年荣登世界最美脸蛋，穿上这套婚纱像仙女下凡，笑起来两个酒窝特别明显。边亮越看东晓越好看，以至于把手机弄到地上才缓过神来。好看。哎，等等，来，我给你拍个照片。照完相后，东晓让服务员拿来男士的服装，想请边亮客串一下新郎，拍几组相片看一下服装搭配如何。边亮本着帮人帮到底的心态换上了西装，配合东晓一起拍了照片。婚纱店想把照片放在橱窗里，东晓让他们把边亮 P 一下，并告诉婚纱店他不是自己的新郎，只是他找来的替身。回去的路上，东晓说出了心里话。当年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边亮说要帮东晓亲手选婚纱，所以东晓今天的目的就是让他来陪自己拍婚纱。第二天公司员工上班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婚纱店门口挂了一幅婚纱照，惊讶的他差点把油门当成了刹车。他把婚纱照拍了下来，回到公司，一个是自己的顶头上司，一个是总公司派来的领导，疑惑两个人怎么突然结婚了。爱你怎么能了？今夜的你应该明了。女人强迫初恋照了一张婚纱照，没想到瞬间在公司传播开来。公司的廖总让边亮来办公室一下。您啥想问评估呢？事儿是这儿啊，这儿。看廖总严肃的表情，边亮还有些蒙圈。当他看到电脑上的图片，一下子惊呆了。哦，这怎么到你这儿来了？这个，哎，这可不是，不，这不是我啊！这个廖总知道边亮有家室，突然搞这么一折，肯定事出有因。他把图片 P 一下，就当为了公司卖车的宣传画吧。边亮被调侃的哭笑不得。他解释东晓这次是来评估的，还准备和她小男朋友结婚，让他去试一下新郎的服装。廖总知道边亮的难处，但这个事肯定要被他媳妇发现，因为这张婚纱照已经贴到婚纱店的橱窗里了。橱窗？对，橱窗。那如果成网红打卡地了，恨不得全公司的员工啊都跑过去跟你们俩合影，赶快想办法吧。边亮大为震惊，连忙去看了一眼情况，果然如廖总所说，自己和东晓的婚纱照正挂着墙上。边亮要求婚纱店撤下来，店员说是东晓授权的，只有东晓去才能撤销。边亮只能去找东晓，求他趁事情闹大之前把相片撤下来。边亮，这照片我让他们挂是我的自由，再说我让他们把你脸 P 掉。东晓只告诉婚纱店 P 了边亮，但 P 的什么情况却一无所知。当边亮把相片拿出来后，东晓才发现他们对边亮只是进行了修图。看到边亮帅得不成样子，不禁大笑起来。边亮被恶搞有些想不通，东晓直言他不高兴，当年他俩好好的，母亲突然要他俩分开。当时边亮来他家找过，可是被东晓的母亲挡在门外。我就在想，你怎么一点都不担心我？万一我出了什么事儿，你多去我们家找我几次不行吗？万一我死了呢？边亮诚恳地道歉，20年已经过去了，所有的恩怨也应该放下。如果不撤掉相片，就等于要毁掉自己的家呀。东晓可以撤掉照片，但有个条件，就是边亮必须离开公司。边亮明白，离开公司就等于失去工作，老婆又没有工作，房贷养孩子还有老人都需要钱。他想不通东晓怎么这么绝情。回到家后，见媳妇伤心地坐在沙发上，边亮心里一惊，还以为他已经知道了自己和东晓拍婚纱照的事，怎料是他们请中介让孩子去英国读书，没想到中介公司是个骗子，交的钱也估计打了水漂。为了节省开支，边夫人决定让在疗养院的母亲由单间换成双人间。父母看到他苍白的脸色就知道有事，在父母一再追问下，傅欣彤只有如实说了被骗的事。小芳留学那事儿，我们被人骗钱了。骗了多少啊？
小100万吧。听到被骗100万，父母心里更心疼了。他认为边亮这么精明也会被骗，傅欣彤让他不要怪边亮，这一切都是他办理的。边亮和边小芳来接傅欣彤，但是怕父母看到他不舒服就没上去。边小芳想去吃牛肉火锅，但是那家店恰要经过婚纱店。边亮心里面有鬼，他知道要是媳妇和孩子发现自己的相片，那么等待他的将是暴风骤雨。边亮一路上都很紧张，不停地按喇叭催促前面的车辆，还建议绕道过去。怎料媳妇不答应，就几个红绿灯也没怎么堵，绕过去多费时间。这时儿子发现了婚纱照，妈，你看那是不是东晓阿姨？我爸要和东晓阿姨结婚了。边亮已经做好了准备，硬撑着被媳妇打一耳光，就让媳妇狠狠出口气吧。东晓拍婚纱照，他要结婚了。对，他可不是得结婚了。媳妇不但没打他，还质疑拍婚纱照怎么一个人。听到这里，边亮才敢看出窗，发现自己的婚纱照已经换成了东晓一个人，立马像是中500万一样高兴。这不错啊！正跟我说我流产。20年前女孩意外流产导致终身不孕，没想到20年后女孩强势归来，要找孩子的亲爹讨个说法。一切都过去了。有些事情是过不去。当年边亮和东晓偷吃了禁果，东晓摔了一跤，流了很多血，到医院才知道已经有了身孕。当时东晓特别无助，想让人通知边亮来看他，谁知道从此边亮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东晓决定忘记边亮和男朋友结婚，却被医生告知自己没办法怀孕了。边亮不知道当年的冲动会对东晓带来这么大的伤害，回到家里就问媳妇，生孩子对女人有多重要？从某种方面说，比自己的命还重要。边亮听完后心中五味杂陈，他没想到自己的一次放纵，竟然给东晓带来这么大的伤害。边亮忧心忡忡，约了东晓一起去游乐场。站在摩天轮上往下看，你站得高看着我，是你看见我的人生原本来就。边亮知道东晓还是不肯原谅自己，他也不可能从摩天轮上跳下去，这样不但解决不了问题，还会给彼此带来无尽的麻烦。边亮拿出一张支票给东晓，我来看看咱们这孩子在你这儿是多少钱。你瞧你这嘴，续钱的事儿。边亮拿了30万的支票，他没有别的意思，觉得这些年亏欠了东晓，应该为他做些补偿。怎料东晓不稀罕他的钱，并当着他的面把支票撕得粉碎。边亮知道东晓还是不准备原谅自己，于是约了老同学牛里，萌生出去海南工作的想法。牛里所在的公司正好缺个副总，边亮有资源还有人脉，干个副总绰绰有余。边亮没有马上答应，他觉得这个事必须回家商量一下。怎料媳妇一听就觉得不对劲，边亮，你是不是被廖老师开除了？不是，嗨，你这想。晚上边亮继续做媳妇的工作，老婆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，但一直听从老公安排的她也只有服从。余光和边亮去了华哥的烧烤摊吃饭，边亮告诉他自己要去海南投奔老同学牛里，他的公司正好缺个副总，各方面待遇也不错。余光觉得他有病，他一步一步走到现在实属不易，怎么会轻易的把上半辈子全扔了？边亮趁着酒劲把东晓的事全说了，要是他不消失，就更对不起东晓了。余光喝醉了打电话问东晓，东晓啊，边亮，你什么情况啊？他怎么跟我说他要去居家去海南啊？东晓不知道边亮要走，第二天询问廖总是什么情况，廖总表示他不是要走，只是需要休个长假。自从东晓来了，边亮总是神不守舍的。廖总对东晓和边亮的过去不感兴趣，但是不希望看到他们公报私仇。东晓表示自己不会把个人感情和工作掺和在一起，他只是来做评估而已。边亮和东晓告别，准备全家一起去海南，算是对东晓的补偿。东晓不希望事态这样发展，他原本只是想让边亮知道当时自己的心情，没想到边亮却要携妻带子离开自己。其实当年在你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你也挺无辜的。不，东晓坦言，当时他们非常年轻，就是没有意外流产，他也不会生下孩子。他生气的是当时边亮没有来医院看他，边亮诚恳地向他道歉，东晓也不再埋怨他，让他继续回去工作。老婆在琢磨搬去海南的事情，边亮纠结着不知道该怎么和他开口。眼见边亮又改变了主意，老婆有些崩溃，家里被折腾得鸡飞狗跳，边亮只能一个劲地表示道歉。为了隐瞒真相，边亮说工作的事情是东晓帮的忙。老婆以为东晓这么帮忙，想请他吃饭道谢。边亮以为东晓不会闪光，于是装模作样地打去了电话。喂，东晓，是这样，我和我太太这个想请你吃个饭说是谢谢你不过没事，你要是忙不方便这就算了啊。好啊，东晓早就想会边亮的媳妇，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明天吃饭，还不忘嘱咐边亮，他俩在学校的事要他保密。人为了去见情敌，特意让闺蜜陪自己买了一身衣服。当她打扮一番准备出门的时候，还是引起母亲的注意。这个饭局还搞得那么隆重，还穿了一套新衣服呀。母亲知道女儿平时节俭，这么煞有其事的去和人家吃饭，一定事出有因，于是忙不迭地跟了过去。边夫人感谢东晓，
如果不是他帮忙，边亮的工作也保不住。边亮觉得东晓公私分明，虽然两人是同学关系，但工作起来也是六亲不认的。边夫人好奇地问了起来：“你说你们俩怎么是同学呢？真的看着一点都不像。边亮上高中的时候就已经长这样了。”边夫人知道边亮长得磕碜，怎么也没想到他会和东晓联系在一起。东晓在学校的时候肯定是校花吧？花，大花。边亮为了摘干净自己，忙说东晓是余光的女神。听到这里，东晓吓一跳，她自己竟然不知道余光喜欢她。边亮，你在学校的时候喜欢哪个女生啊？那个冯程程。面对媳妇的发问，边亮着实吃惊不小。不过他反应神速，马上胡扯到上海滩的冯程程，一句玩笑话让自己化险为夷。这时窗外有几双眼睛正注视着他们，边小芳饿急眼了，跑去找边亮和傅欣彤告状，父母和边父也跟着过来。东晓急忙跟边父打招呼：“边叔叔，好久不见。”你认识我？听到东晓竟然认识边亮的父亲，傅欣彤心里面警觉起来。几人坐下来一起吃饭，父母见到女儿没摘掉的吊牌，才知道这场宴席有多尴尬。回到家后，傅欣彤埋怨母亲瞎捣乱，父母却不这么认为。他一眼看出东晓不一般，让老爷子说一下他和边亮的关系。边亮知道老爷子为难，只有承认东晓是自己的前女友。这东晓就是我以前的一女朋友，但是上学时候的事儿。父母却依然不甘心，当初结了婚，傅欣彤辞了职，专心照顾这个家。但是边亮并不是没有时间，而是不想把心放在家庭上。傅欣彤还是决定相信边亮，让母亲不要在中间掺和。边父也嘱咐边亮要把握好分寸，干什么事情之前都要想想老婆孩子。边亮为了东晓的事情和媳妇道了歉，傅欣彤依旧相信他，而且打算过几天让母亲回养老院住，不只是为了他们，也是为了边小芳中考的事情。家里不能这么一直吵吵闹闹的。边亮看出傅欣彤的衣服没摘吊牌，让他以后多买点新衣服。东晓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宣布自己马上要结婚了。边亮长长舒了一口气，还即兴唱起了《美丽的姑娘》。你问我要去向何方，我指着大海的方向，我不仅仅像是给我。第二天上班，一群人过来祝福边亮荣升公司副总。边亮让大家沉住气，要一会的会上宣布了才算数。会议马上开始，黄经理过来拍马屁，他觉得边亮早就该提为副总，是总公司有眼无珠才耽误了他的前程。两人正说着，一个年轻人过来搭讪：“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是边经理吗？”“你是。”“啊，捞你了。我做一个自我介绍，我叫赵显，我毕业于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工商管理系。”赵显被总部调到公司来，说有几个问题和边亮请教，但是他说的网络销售模式却被边亮和老黄嗤之以鼻。廖总宣布副总经理的人选时，边亮理所当然地站了起来：“集团派下来的赵显先生。”当廖总宣布副总人选是赵显的时候，边亮有些尴尬，参会的人员更是觉得意外。赵显空降做了副总经理，边亮心里很是郁闷，跑去廖总办公室吐槽，没想到赵显是新东家赵董事长的公子，边亮心里不痛快，廖总心里也难受。上厕所的时候，边亮忍不住吐槽自己不如人家生得好，毛都没长全。听到冲厕所的声音，边亮这才发现厕所里还有人。不一会，赵显从里面出来，边亮顿时尴尬了。下班的时候，边亮遇到赵显和东晓在一起，这才想起东晓给他看过赵显的照片，原来赵显是东晓的男朋友。一女卖车没得到提成，来公司找领导讨个说法。您这也太不负责任了！您给我留的电话让我打给您的。边亮日理万机，哪记得这点破事？经女孩点醒，马上回忆起来。他让助理去拿文草草的销售业绩，并表示一分都不会少他的。文草草被边亮的魅力吸引，领到业绩后又来找边亮。我想毛遂自荐，来营销部工作。我也知道我的工作经验不足以来这儿应聘，不过我还是想试一下。文草草原本是学表演的，大学毕业后跑了很多剧组都没有固定收入，然后就来做了销售，没想到销售也不靠谱，所以就想来营销部。边亮看小姑娘还挺机灵，决定给她一个机会。可就在文草草来报道的时候，边亮突然犹豫起来。由于公司新来了的副总，各部门正面临着人员调整，要是现在让文草草入职，有可能她的职位会有变化。可能会有变化，那也可能没有变化，您是这个意思吗？文草草却说凡事要往好处想，即便自己卷不该走人，顶多回到原来的销售部工作，这对他并没有损失。边亮看他这么执着，答应先让他留下来试试。傅欣彤来看老爷子，特意给他带来了虾仁饺子，在给他收拾房间的时候，突然问起来边亮和东晓的事来。爸，当初那个东晓跟边亮他们俩是怎么分手的？边父一听傅欣彤还惦记着这事，忙不迭地给他解释。当时两人都小不懂事，被他发现苗头不对就及时制止了。傅欣彤走后，老爷子急忙给边亮打电话，让他无论如何要打开媳妇的心结。晚上，边亮拿出了一个盒子，里面放满了自己当年珍贵的东西，还有当时的毕业照。他避重就轻说追东晓的是余光，自己就是个电灯泡。现在他们的孩子都这么大了，凡事都要往好的想。他特意说了自己的顶头上司赵显，就是东晓现在的男朋友，指不定哪天结婚他们还要喝喜酒呢。
傅欣彤信以为真，答应再也不纠结这件事了。赵显约了边亮一起吃午饭，公司主要部门领导都被裁掉，现在只剩下营销部的边亮。赵显还有更长远的计划。我很看好你的能力，所以我希望跟你联手，我们共同努力，把华南营销公司变成亚太区营销公司。等成功之后，我全身而退，公司交给你了。边亮也捉摸不透赵显这通操作，只能跑去找廖总做个参谋。廖总出了个主意，他向董事会提出由边亮兼任董事长助理。虽然听起来不如副总体面，但位置很重要，因为他是廖总的人。赵显想动他也没办法。边亮怕什么来什么，刚下班又接到赵显的电话。我这已经吃上了，你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。边总，我是赵总秘书，赵总请您一块用餐。赵显的秘书直接堵住他，边亮想不去都不行。赵显告诉边亮一个好消息，董事会采纳了廖总的建议，提拔边亮为总经理助理，首要任务就是对公司进行整顿。文草草见边亮还在加班，就打包了晚饭给他。听说边亮在做内部整改，文草草自告奋勇的帮忙。要不我帮你吧？我刚来公司没多久，经验也不够。您多带带我，这样我上手的话也快一点。第二天刚上班，边亮就被一堆人堵在门口。原来整改方案泄露了，被裁员的部门领导上门讨说法，边亮也只能硬着头皮去处理。大家都觉得是文草草泄露了机密。正在度假的赵显也收到这个消息，但他并不着急处理，他要看看边亮应对危机的能力。边亮和大家聊了一通，大家的态度顿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。文草草这才知道边亮留了一手，原来泄露的那份资料是假的。为了预防有人窃取裁员方案，边亮把一个假的方案放在电脑里面，然后在花盆里面放了监控。果不其然，有人进了办公室，打开了他桌子上的电脑。这个人竟然是老部下朱生豪，还坐电梯被挤得奶疼，没想到还亲了领导一口。而此时边亮手举咖啡动弹不得。当他和文草草分开的时候，文草草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口红印在边总的衬衣上了。他见边总仰着头没发现，自己也不好意思给他说。这时电梯停靠在20层，所有人都离开后，电梯里只剩下文草草和边亮。他鼓足勇气说出自己一直憋在心里的话：边总，我喜欢你。没事吧？见边总忙背的样子，文草草问他是不是第一次听人家表白。边亮解释自己已经结婚了，但文草草并不在乎这些，他就是从心里面喜欢边总。这时电梯停了，虽然还没到自己的楼层，边亮迫不及待的想离开这里。还没到呢。我逛逛。女助理纳闷边总怎么回事，文草草撒谎说是看到了蟑螂，还吓得女助理到处查看。边亮来到卫生间，这才发现自己的领子上有口红印，于是急忙找纸擦拭，怎料这种口红印特别难擦，擦了半天也没擦去。回到办公室，边亮找来酒精湿巾，对着镜子擦拭起来。这时女助理来给他汇报工作，员工宿舍正好空出一个床位，他准备安排文草草入住。文草草啊，你要是觉得不合适的话，我再问问别人好了。我听您的。没，我没意见，你给他也行，不给他也行。边亮生怕自己和文草草扯在一起，含糊其辞的说法让助理有些蒙圈。助理还告诉边总，电梯里已经安排了消杀，今后再也不会有蟑螂出现了。边亮不知道文草草撒的谎，支支吾吾的让人捉摸不透要说啥。边总给媳妇过生日，两人吃完长寿面后，又去看了电影，趁孩子不在家想过一下2人世界。怎么了？媳妇去洗澡，边亮立马准备起来，他把窗帘拉好，然后把床头灯开上，再把裤子脱掉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只等媳妇驾到。傅欣彤洗完澡回来，发现边亮已经睡着了。文草草给边总送文件，进屋后想把门关上，怎料边亮十分紧张。没事，那个门开着呢，透透气啊。文草草汇报智能门店的事情，见边亮不敢转身，只能把文件放在桌上。但他好奇边亮不着急推进门店的事，边亮让他做什么事不能盲从，而是要有自己的主见。领导，我听你的可不是盲从，我也是有我自己的判断的。在我眼里，没有您做不好的事情，再大的困难您都能迈过去。听到小姑娘这么崇拜自己，边亮心里还是有些飘飘然。边亮这段时间焦虑，再加上在房事上有些力不从心，所以买了一些壮阳药补一下肾虚。正当他准备喝药的时候，没想到文草草闯了进来。领导，这没事吧？文草草去拿扫把的时候，边亮急忙把药物揣到怀里。打扫完卫生，文草草就去超市买杯子。他见到一款杯子特别好看，于是买了2个一模一样的回来。下午边总上班就发现桌子上的茶杯上面还留了个纸条：领导您辛苦了。边亮看了看文草草，知道这是他给买了。而文草草观察着边总，见他用自己的茶杯喝水，心里特别高兴。晚上边亮喝醉了回家，傅欣彤急忙招呼他躺下。就在这时，边亮咕噜起来。傅欣彤不知道草草是人还是物品，听到这个话还有些纳闷。
人只是叫女下属来家里吃个饭，女主人马上就嗅出了不对劲。这是我太太，嫂子好这是我说的文草草啊，你好，叫我草草就行。傅欣桐好像在哪听过草草。几天前边亮喝醉回家，躺在沙发上，嘴里还念叨草草。原来这个草草竟然是貌美如花的大姑娘。边亮这段时间有些疲惫，在咖啡厅里喝着咖啡就睡着了。文草草看到领导状态不好，特地买了些调养身体的药物给他。没想到这一幕被窗外的同事看在眼里，都认为文草草这个丫头片子不简单。隔日，一个气汹汹的人来找文草草。谁是文草草啊？谁是文草草？草草，草草，哎，叫我啊！原来人事部收到举报，让文草草去人事部一趟，具体原因也没说。边亮见状有些疑惑，急忙给人事部打电话询问情况。这不打不知道，一打才知道边亮也被人家举报，也请他去人事部一趟。边亮明白是文草草这点破事，于是带着文草草送的杯子来到人事部。人事部主任也知道边亮的品行，但他们接到举报不得不履行公事。这都领导安排的，我们也没辙。小气小气。边亮知道有人想逼自己，但他清者自清。文草草入职清清白白，而且他的销售成绩很好，边亮是很欣赏他，顶多算是上下级关系。而这边的文草草也在问话，为了挖出草草和边亮的暧昧，拐弯抹角的让他评价一下边亮。您是不是想问我是不是喜欢边总？我喜欢啊。文草草大大方方承认自己喜欢边亮。至于他入职公司的事情涉及到什么交易，那就是给边亮买了一个杯子和一些药物。赵显听到这事后有些着急，想请廖总过问一下。廖总似乎并不担心，清者自清嘛，他相信边亮的人品。文草草回到办公室，众人顿时凑了过来，询问被问话的情况。边亮把窗帘全部拉了起来，众人见状马上回到各自的岗位。文草草发现一个怪象，被裁撤的店长竟然又被重新录用了。他急忙找领导汇报情况。边亮希望文草草能够避嫌，文草草觉得事情已经传开了，也没什么避嫌的必要了，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。当文草草离开的时候，边亮突然叫住他：“那个，晚上忙完了一块吃个饭。”哦，是去我家里边。啊。为了去领导家吃饭，文草草特地去做了发型，还买了些刚出炉的蛋糕。傅欣桐见只有文草草一个人很纳闷，尤其边亮喝醉过还喊过他的名字。吃饭的时候，边亮总是表现出对傅欣桐的关心爱护，让傅欣桐都觉得有些诧异。傅欣桐问文草草有没有男朋友。我单身。那你现在一个人住啊？我现在住公司宿舍里。面对如花似玉的女孩，傅欣桐明显老了。他见边亮关心草草的样子，中年人的危机感来临，但他似乎有些力不从心。吃过饭后，大家开始吃甜点。边亮拿了芒果蛋糕给老婆。来，你来。这是芒果的。啊。来啊。傅欣桐有些诧异，自己吃芒果过敏，这个边亮一直知道啊？难道男人在美女面前都弱智了吗？边亮送文草草离开时，文草草感谢领导盛情款待。虽然他俩相差很大的岁数，但爱一个人不需要理由。边亮说自己人到中年不想折腾，怎料文草草不需要回报。所以爱你这件事情跟你无关，不过你不用担心，在公司呢我会表现得体的，这你就放心吧。恭贺别人开房被抓，闺蜜陪傅欣桐来公安局捞人，没想到见面就开打起来。喂，这个小妖精，你怎么打人呢？我没吃饭就伤人呢！你丢人！你抽这手吗？你来吓人我！原来闺蜜听说边亮带个女孩来家里吃饭，直呼傅欣桐太软弱，人家都找到家里了还能沉住气。为了弄清边亮和文草草的关系，闺蜜约边亮的同事吃个便饭。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是最近听说，你也听说了。同事有些失态，连忙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但她惊讶的表情就暴露了边亮和文草草有事。闺蜜告诫傅欣桐，文草草可不是简单的人，一定要提防着点。当时闺蜜找文草草核实，怎料这个文草草竟然对起她来了。您说您是他们的朋友啊？你觉得这是一个朋友该做的事情吗？闺蜜警告文草草离边亮远点，否则叫她哪来滚哪去。没想到文草草也不是下大的，她有的是时间奉陪到底，对的闺蜜哑口无言。惠州的4S店出现了吃空饷的问题，而且还听说是某领导的亲戚。边亮让文草草去趟惠州，查一下一个叫王根林的人。文草草很快来到了惠州，在一个大排档见到了店长王小阳。王先生是吧？惠州智能4S 旗舰店的店长。哦，我是销售总部的文草草。草草，你好，你好。王小阳见到文草草有些爱答不理，他也不知道原来的王根林为什么突然回来任职，还劝他不要多管闲事。4S 店主要在乎的是营业额，而不是揪住一个人不放。文草草知道这里面有猫腻，第二天直接找到正在装修的南山店。他见师傅不愿意透露店长是谁，就拿一包华子给他。怎料包工头刚想说出实情，结果被王小阳发现了。刚才是不是问你我跟王根林什么关系了？你记住了啊，我跟王根林没有任何关系，你也不认识王根林。王小阳嘱咐工人不要乱说，否则吃不了兜着走。为了逼文草草离开，王小阳找了几个混混，是今天晚上必须走，而且让他最好以后就不想来惠州了。
给他赶走以后呢，过来找我结账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几个混混把文草草逼在小巷子里，文草草学过几天跆拳道，几个扫堂腿把两人打倒就跑，两个小混混穷追不舍，文草草躲了起来，这才躲过了流氓的追击。他把这几天摸到的情况给领导汇报。你住海边民宿干嘛？我说的民宿是那种郊区海边的小民房，不是那种什么高级奢华的。文草草打算在海边住个小民宿，明天继续去查。没想到两个混混又追了过来。边亮听到电话里面的惊叫声，吓了一跳，连忙给媳妇发个信息，自己要去惠州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。去惠州的路上，边亮急忙打电话报警。而此时的文草草被混混逼到了海边，眼见前面没了路，文草草情急之下打算跳下去。二人见状再追就要闹出人命，于是决定放文草草一马。正要逃跑时被警察抓住。边亮急匆匆地赶到文草草住的民宿，这时文草草刚洗完澡出来。没事吧？没受伤？没有，还好你报警报得及时，不然我真跳海了。边亮晚上也住在这里，见边亮不走了，文草草特别兴奋。边亮给媳妇请假，由于还有事没有处理完，打算在民宿住一晚再回去。第二天闺蜜打来电话，听说边亮住民宿就觉得有事。余光听到媳妇打电话吓了一跳，连忙躲起来给边亮通风报信，结果还没说几句就被媳妇发现，连手机都直接没收了。边亮和文草草一早就被带去了警察局，付欣彤和闺蜜也赶到民宿。民宿老板说他们要找的人被带到派出所，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又急忙赶到派出所，见有几个嫖娼的被抓，两人心里还咯噔一下。这时文草草和边亮一起出来，闺蜜瞬间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冲上去就是一巴掌。闹子叔叔急忙过来解释，付欣彤也看不下去了，转身离开了这里。边亮只能追着去解释，文草草被打不服气，追出来还给闺蜜一个巴掌。还你的，我也说声对不起。还只是和男同事多说几句话，没想到被组长猛踹一脚。怎么不学点好呢？你说谁呢？朱生豪指桑骂槐，表面上是说他的部下，实际上对文草草发泄不满。我怎么走上今天这个位置？我靠拉帮结派，靠溜须拍马，靠出卖色情。原来文草草出差被折腾得够呛，回到公司趴在办公桌上补觉。朱生豪趴在边亮的办公室外看了看，发现边亮也在睡觉，于是又开始和员工八卦起来。罗琳听说文草草遇到危险，边总开了100公里的车去营救，这可不是一般的关系啊！文草草叫他不要多想，他和边总是清白的。不过，昨天晚上简直是我人生中最热闹的，折腾我大半宿都没数。听到这里，罗琳知道付欣彤为啥生气了，换谁身上谁都不舒服。他提醒文草草，边总是有家室的人，千万不要对他有非分之想。通过对惠州4S店的调查，确实存在利用裙带关系中饱私囊。边亮决定向纪委汇报，调查王小阳和王根林的关系，还特地让朱生豪向廖总汇报此事。朱生豪跑去廖总面前告状，但廖总也拿边亮无可奈何，毕竟他一向很谨慎，也没什么把柄在别人手上。朱生豪立刻嚼舌头说边亮和文草草关系不清不楚。有图有真相，图我真冒牌了，但是真相我确实有图都未必是真相。廖总叫朱生豪少嚼舌根，但他也给朱生豪打气，有一天会重用提拔他。边父急匆匆找付欣彤，正好李曼也在。他听说边亮进了局子，特别担心，要他们好好说说惠州的事情。李曼添油加醋的说了不少，付欣彤急忙解释，但是不管边亮有没有什么事，边父都决定敲打边亮，替付欣彤做主。边亮回家就见父亲坐上了轮椅，说是打球受伤了，让边亮送他去小区溜溜弯，劈头盖脸的把边亮骂了一顿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必须准点下班，下班必须报备。我这公司忙得跟什么似的，你这别作了，你不答应是吧？那咱就耗着呗。老爷子准备住在儿子家，监督儿子的一举一动。边父忙了一晚上算了笔账，发现他们每个月开销不小，所以让边亮把他的车卖掉，以后有什么事情让付欣彤接送。二人刚离开，老爷子从轮椅上站起来想松松筋骨，没想到这时边亮和付欣彤回来了。哎呦，尽管老爷子特别慧眼，但边亮还是猜出他是装的。第二天，付欣彤送边亮上班，告诉边亮不会胡搅蛮缠盯住他，但也不会充耳不闻当个傻子。此时文草草见付欣彤来送边亮上班，心里还有些别扭。边亮主持销售会议，朱生豪提出了新的方案，而且这个事直接越过边亮给廖总汇报了。这架势大有想架空边总的意思。回到办公室，看到草草留的纸条，每天都要保持好心情，边亮的心里有一丝暖阳，急忙给草草发个信息，谢谢他的水果和酸奶。边亮有意栽培文草草，准备带他去见一个重要的客户。朱生豪见了很是眼红，很快廖总出面把这个项目抢了过来。没什么大事，下午你陪我去见一下宏远的董事长。今天下午嘛。边亮讲明预约了重要客户，怎料廖总指名道姓让朱生豪去。文草草很不服气，想去问问廖总，却被罗琳阻止了。这时朱生豪更是耀武扬威，让罗琳把下午见客户的资料复印一份。罗琳敢怒不敢言，知道现在公司的风向标变了。总准备带女员工去放松一下，当他打开电梯门的时候，没想到自己的老婆站在里面。
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这儿见客户。哦，嫂子好。傅欣彤知道边亮心里有鬼，但他看破不说破，盘算着怎么收拾这对狗男女。原来边亮送草草回家，草草突然问他累不累，嫂子能不能理解他？边亮表示他们现在都很忙，交流变得越来越少，也顾不上理解这件事了。不过他发现媳妇头上有了白发，看样子岁月的沧桑让人不得不服老。草草想帮边亮分担一些，边亮叫他别胡思乱想，多想着工作才是王道。回到家里，傅欣彤趴在电脑前睡着了，边亮暖心的给他披上毛衣。怎料这时傅欣彤醒了过来，他觉得儿子读封闭学校，母亲在疗养院里面也很放心，自己在家里无所事事，所以决定打算做保险销售。虽然不一定能挣多少钱吧，但是上下班不用打卡，我也能照顾到家里。傅欣彤品学兼优，但为了家做了全职太太，否则现在应该也是公司高管。听媳妇准备去卖保险，边亮觉得有些亏欠他。公司召开紧急会议，廖总突然进行部门调整，从现在开始边亮只做他的助理，营销总监的位置由朱生豪接替。赵显提出了不同意见，他认为边亮是顶级的销售专家，不管营销部有些好笑，但是廖总依然坚持他的观点，甚至还让边亮去帮赵显。我是做实体销售起来的，这个线上销售是不是咱们可以找一些更专业的人？尽管边亮有些不乐意，但廖总执意要他离开营销部。文草草听说这件事后很着急，如果是因为他的原因，他可以辞职，不能耽误了边总的大好前程。边亮让他不要这样，当务之急首先是干好自己的工作。尚未成功后的朱生豪找边亮炫耀，认为春天来得太突然，害得他连秋裤都没来得及脱。边亮对他的挑衅不以为然，静静地看着他在自己面前出丑。这条马路啊，直冲我们这办公室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暗箭伤。哦，什么意思？小人围绕啊，无论你怎么努力，做出多大的成绩，领导不会赏识你。朱生豪觉得边亮办公室风水不好，背地里有小人作祟，他要是过来后就要大整顿，多买几盆绿植更换空气，还要买些物件辟邪。边亮看到朱生豪就觉得可笑，他讲的小人不就是他自己吗？闺蜜听说傅欣彤去卖保险，特意给她一个名牌包包，这样出去推销产品成功率高。她还给东晓打电话，让他成为傅欣彤的第一个客户。赵显这2天都不在公司，边亮被调过来之后也无所事事。赵显的助理请边亮参加一个会，给他们的产品把关。边亮本身就是外行，只能听他们讲一些废话。朱生豪在会议上故意刁难文草草，让他一个人对接所有的店铺。文草草反抗，却被朱生豪冷嘲热讽。现在这个状态，没有上进心，对任何工作挑三拣四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培养你？文草草希望加入罗琳的小组，罗琳紧张地看了眼朱生豪，还是决定服从领导安排。文草草照常去给边亮送咖啡，抱怨朱生豪刁难自己，月底的绩效考核根本不可能完成。边亮觉得这些都因他而起，就和廖总请了假带他出去跑客户，怎料客户非常难啃，没谈成业务，还在电梯里偶遇了傅欣彤。傅欣彤对文草草敷衍地笑了笑，边亮有些心虚，让文草草自己打车回去，自己去送傅欣彤回家。文草草虽有些不情愿，但也只能知趣地离开。人和未婚夫视频通话，无意间发现未婚夫的卧室里有个人影。有客人啊？没有，这里灯光是声控的，应该是外面有人吧。东晓不动声色，连忙对视频进行了截屏。通完话后，东晓把截屏放大，发现未婚夫的床前有一双女人的高跟鞋，联想起之前赵显寄给自己的礼物，东晓急忙把皮鞋拿出来比对，2双高跟鞋一模一样。东晓知道未婚夫在外偷吃了。第2天赵显回到家里，东晓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菜，赵显定制的玫瑰花就要来了，让东晓这2天注意查收一下。怎料东晓故意找起茬来。婚前协议里面关于子女继承的这条都可以删掉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确定不能生育的话，这条是没有用的。赵显明知道东晓不能生育，婚前协议里却有子女继承，通过女人的高跟鞋。东晓知道赵显另有安排，所以叫他不要装了，但赵显却把这一切推给父母，写这一条就是给他们留个念想。赵显也察觉到了东晓有些异常，东晓索性就说了视频里的高跟鞋。我想要的就是一个朴实的婚姻，一个温暖的、有理解的、彼此付出的、拥抱忠贞的婚姻。赵显有些看不懂东晓，他一直以为他们有一样的价值观，没想到东晓还这么固执。理想和现实是不一样的，但东晓却不这么认为。他觉得边亮和傅欣彤那样的才是自己想要的婚姻。东晓转身去了卧室，不一会推个行李箱出来了。见东晓这次玩真的，赵显急忙上前阻止他。不闹了行不行？东晓。赵显坦言今后可以改，但东晓去意已决，没有再给赵显机会。东晓给边亮打了电话，2人在酒吧见面。听到东晓从未婚夫家里搬了出来，边亮也没劝他，因为他知道东晓特别倔强，自己决定的事就是9头牛也拉不回来。东晓有时候很羡慕傅欣彤，像她这样简简单单的女人过得最幸福。不过边亮并不赞同，毕竟人的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。但他马上又警觉起来，让东晓不要再霍霍自己了。傅欣彤给东晓推销保险，还特意给东晓准备了一份重疾险。东晓认为重疾险还要去医院检查身体，就买了一份理财产品。东晓觉得傅欣彤有了很大的变化，
想来一定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。他很用心，也很善于思考，觉得傅欣桐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。傅欣桐谢谢东晓的理解，不过他觉得现在出来还是有些晚。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，好饭不怕晚，而且你的能力一点都不比边亮差。东晓让傅欣桐放弃自卑心理，他是傅欣桐第一客户，非常高兴，也会对边亮保密的。傅欣桐签了第一单，非常高兴，回到家里就准备庆祝一下，怎料他刚开口就被边亮猜出来了。哎，我去做饭，一会儿咱们庆祝一下。东晓是吧？原来边亮翻票据，无意间看到了东晓的保单，他觉得媳妇应该多陪陪母亲，而不是利用自己的朋友圈去卖保险。在别人看来，他该有多失败，40多岁了，居然还要靠老婆出去卖保险养家。傅欣桐很失望，他做了这么多年的家庭主妇，和社会早就脱节了，除了认识边亮的几个朋友，其他的人也不认识。更寒心的是，边亮的朋友都在支持他，没想到自己的老公却觉得他丢人。柏林女孩爱上40岁大叔，被男人拒绝后还不死心，居然还给男人上起课来。有一位伟人曾经说过，最后的胜利往往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。边亮解释两人差着辈分，他虽然喜欢草草的直率热情，也被他的青春魅力所吸引，但他家里有老婆孩子，让草草多出业绩才是王道。文草草好不容易谈下来的订单，摇身一变成了朱生豪的业绩。文草草找朱生豪对峙，这个订单是我去谈的，怎么变成你的业绩了？什么叫变成我的业绩了？朱生豪恬不知耻，认为这么大的订单草草也谈不下来，暗指边亮从后面帮助他运作。草草据理力争，他手上有谈订单的所有证据，如果朱生豪占为己有就要告他。朱生豪让他去告，最好告到边亮那才好。怎料这时边亮正好过来，那我就听着他念我的名字。你好。边亮直言朱生豪欺负女孩，把人家好不容易谈下的项目变为己有，叫他吃相不要太难看。朱生豪抱怨起来，他跟着边亮一事无成，现在边亮调走，他终于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。当他还在沾沾自喜大展宏图的时候，边亮却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里。为了给草草讨回公道，边亮给廖总汇报了此事，怎料廖总竟然对他严厉指责起来。一个刚来公司没几天的小女孩，一个普通职员，连专员都不是，怎么可能谈下那么大的单子呢？廖总拿出手机让边亮看看，营销主管为了拥抱女下属，拱手送上大订单。你是不是觉得你的绯闻闹得不够多吗？你廖总担心绯闻闹得太大，下令他和文草草只能留下一个在公司。文草草不放心边亮，一个人来办公室打探情况。这时边亮从里面出来了，他告诉草草一切都处理好了，业绩也会帮他记上。他没想到的是，刚才边亮给廖总交了辞职信。10几年前廖总从学校辞职带着边亮出来，当初他们都热血沸腾的去市场里闯荡，但是现在廖总却把公司和真正的市场隔开。从赵显来公司的时候，边亮就已经没有选择了。廖总不希望边亮辞职，这是个不明智的选择，但是边亮执意辞职了，因为他无法突破心里的底线，无论站在哪一边都觉得理亏。文草草正在工作，罗琳提醒他看一下邮件。你没查邮件啊？什么邮件？集团刚刚的公告，边总辞职了。看到边亮真的辞职了，文草草急忙跑去找边亮，而此时边亮却已经开车离开了公司。朱生豪早就对边亮的位置虎视眈眈，看到边亮的座椅迫不及待地坐了上去。怎料这时文草草来了。你在这儿干嘛？朱生豪吓得站立起来，看到是文草草又镇静下来。他是来提前熟悉环境的，为搬过来做准备，还指着文草草的鼻子骂让他长点心，以后边亮可护不了他了。余光和边亮来烧烤摊撸串，东晓也过来凑热闹。他听说边亮辞职，特意过来安抚他。余光非常高兴，他可以理所当然的请边亮来自己的公司了。但边亮不想跨界，还想做回自己的老本行。边亮收拾东西离开公司，朱生豪假惺惺要送他。我送你走了。离职又不是律师。结果被文草草对了回去。文草草和罗琳一起去送边亮，边亮很坦然地离开了公司，他反而觉得一身轻松。边亮把公司收拾来的东西放在父亲家里，父亲还有些纳闷，边亮不敢说辞职的事，只有骗父亲说先把东西放这几天。而文草草在部门里被针对的更加明显，朱生豪不给他安排工作，让他在办公室打杂，文草草不愿意服从，当面讽刺朱生豪没有领导才能，然后也学着边亮交了辞职信，不奉陪了。还正在和闺蜜逛街，没想到遇见了自己的男神。哎，小袁啊，我突然想起来我有点事儿，我就不去了，咱们电话联系。和闺蜜告别后，文草草急忙追了上去。领导。文草草听说边亮为了她辞了职，内心特别过意不去，所以自己也辞职不干了。边亮也不知道怎么说她好，他自己辞职，很多猎头都找他。你草草一个职场新人，到哪去找一份像样的工作呀？边亮每天准时出门上班，其实他是去见猎头公司的猎头。由于行业内信息传播的厉害，用人单位没有给他理想的待遇，因为他们都知道了边亮的桃色新闻。说您啊，这个违规给女下属这个增加业绩，然后搞桃色交易，然后还为了女下属呢排挤、诽谤、辱骂其他的，都放屁了，这不是？边亮气得破口大骂。接下来几天都是这样，
傅欣彤每天忙着推销保险，边亮则借着工作的名义出去找工作，结果却也不尽如人意。傅欣彤这个月做成了2单，所以做了好吃的为自己庆祝，说以后一起挣钱可以帮边亮减轻压力。边亮也只能隐瞒着自己辞职的真相，每天找一个地方跑步，从而营造出自己很累的假象。这天边父在公园打太极，无意间发现儿子在这里跑步，边父觉得不对劲，马上跟过去查看情况。由于跑得太猛，边父直接累得倒在地上。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你这怎么了？这是？跑什么跑你？大爷，我这不锻炼的吗？我这有啊。边父认为这个点边亮应该上班，而不是在公园跑步。边父做事要给傅欣彤打电话，边亮只能坦白辞职一事。边父听儿子辞职非常着急，想帮边亮减轻点负担，打算把家里的房子卖了。为了隐瞒边亮辞职的事，余光让边亮带着傅欣彤来参观了自己的物流公司，然后在傅欣彤面前诉苦说自己缺少人才，现在正好和边亮的公司合作，以后他们可以联合开拓事业。傅欣彤认为这是好事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余光还特地给他弄了间办公室，几人正说着，不料这时李曼突然来了。咱们不是跟这个赫拉集团合作吗？这边亮呢是甲方的人，今天呢我带他们看看生产线上，这以后啊所有的业务都由边亮来对接了。边亮怕穿帮，急忙带傅欣彤离开。李曼知道这里面一定有猫腻，余光叫边亮来这边，他为啥不知道？询问余光也不肯说实话，于是他约边亮公司的罗琳见面。傅欣彤打算先送边亮回公司，然后就去学校接孩子，吓得边亮一身冷汗，也不敢说自己辞去工作的事，只能任由傅欣彤把自己送到公司楼下。下车后见到朱生豪往这边走，边亮只有朝相反的方向跑去。边亮回到家后准备带孩子一起去吃饭，没想到傅欣彤已经知道了他辞职的事情。傅欣彤非常失望，老公竟然背着他做出这么大的决定。辞职这事儿，其实我一直想找一个适当的方式，一个合适的机会，我给你解释这事。我主要担心，我怕你接受不了。傅欣彤有些想不通，他没办法接受边亮辞职的动机。边亮表示没有动机，就是公司人事复杂，感觉越干越没有前途。怎料这时傅欣彤突然提出，边亮是为了文草草才提出的辞职。我跟你说，我辞职跟那文草草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还狡辩！你们公司上下都知道，你为了那个女孩跟老廖都撕破脸了。那可是带你入行的，你的老师，你的贵人。边亮觉得傅欣彤不理解自己，但是傅欣彤认为他们从来没有机会好好交流过，两人吵得不可开交。边小芳忍不住站出来劝架。余光抱怨李曼不该多管这件事，害得边亮一家闹得鸡犬不宁。李曼却觉得他们不该瞒着傅欣彤，尤其是边亮居然还为了文草草辞职，边亮的魂都被文草草勾去了。你听的那些事呢，都是道听途说。你俩别狼狈为奸就好。谢谢。喝汤去。你看啊，这个疤是生小芳的时候留下的，这些赘肉，这么老的身体，这么丑。我自己照镜子的时候，我都不愿意看。老公为了别的女人失去工作，母亲又在海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，傅欣彤整个人彻底崩溃。他找疗养院大吵大闹，边亮急忙追过去制止，怎料傅欣彤把火都发在他身上。哦，你的意思是我的错是吧？我就应该把我妈妈接回家，不应该把我妈妈扔在这个疗养院，我妈就不会走丢，我妈就不会死是吧？你就是这个意思。傅欣彤要求疗养院登报道歉，而不是给点钱就完事。见媳妇这么激动，边亮也只有小心安抚。边亮给东晓大倒苦水，把媳妇的反常都给他说了。东晓建议边亮找专业人士帮忙，亲人之间的安抚治标不治本，可以带他去看心理医生，这样才能客观地查出病因。边亮带着傅欣彤出来度假散心，恰好在酒店遇到了赵显。赵显抱怨自己在公司举步维艰，几次想找边亮，却因为他和东晓分手，有些不好意思去找他。趁边亮去办入住的时候，傅欣彤向赵显打听边亮辞职的原因。他走的时候，他的徒弟还有一帮得力的下属都走了，搞得我现在公司里连一个得力的人手都没有。他徒弟是谁啊？文草草，还有几个。听到文草草这3个字，傅欣彤情绪很不对劲，当场就开车离开了酒店。边亮怎么拦都拦不住。边亮家里冒出的浓烟，正好被路过的邻居发现，他们以为边亮家里失火，急忙拨打了报警电话。边亮听说家里失火，急忙回到家把门打开，发现傅欣彤正在屋里烧纸。喂，你这干嘛呢？怎么回事？这是？你这干嘛呢？这是？你干嘛？送走了物业和邻居，边亮严厉批评傅欣彤，他的这个做法太危险，一旦发生火灾，整个楼都要遭殃。傅欣彤让他不要大惊小怪，自己只是要给死去的母亲烧点东西。边亮认为烧东西没必要在家里，再说人家敲门也不开。怎料傅欣彤觉得委屈，冲着边亮嚷嚷起来：“你干嘛什么都怪我？都怪我吗？我什么都干不好吗？你怎么不相信我呢？你要干什么？”两人争吵的时候，物业打来电话，让边亮去把今天的情况说清楚。边亮去物业的时候，东晓打电话过来，他准备过来看一下傅欣彤，因为刚才傅欣彤给东晓打了一个电话，他的情况很不对劲，说话也很亢奋。
边亮回到家后，见到傅欣彤正在打电话，整个状态疯疯癫癫的。等他打完电话，边亮说了东晓要来看他。东晓要来啊？那咱们得请他吃饭啊。傅欣彤冲进厨房要给他做饭，很快就做了一桌子菜。表面上看傅欣彤没有任何问题，但从不喝酒的他居然主动喝酒，而且还一口干了酒杯里的酒。东晓和边亮都小心着讲话，生怕哪句不对就点燃了傅欣彤。送东晓回去的路上，东晓给边亮分析了傅欣彤的情况，认为傅欣彤肯定有问题。从他的语气中发现异常的亢奋，他说傅欣彤的情况很像自己一个外国朋友，最后被鉴定为精神分裂症，所以建议边亮找一个专业人士帮助他。傅欣彤病情越来越严重，竟然怀疑起边亮起来。你还爱我吗？你怎么了？我爱你啊！你骗我！你看你这反应啊，我就知道我想的是对的。边亮希望陪他好好调整，但是傅欣彤觉得没有必要。他袒露身体，小肚子上有生孩子留下的疤，这些赘肉连傅欣彤自己都看不下去。边亮心里面也难过，连忙帮媳妇把睡衣系好。不料这时傅欣彤提出了离婚。我跟你说，欣彤，无论再怎么闹，这2个字不能提，好不好？我想好了就是好。你想什么想好啊？必须要离婚！你是在胡说八道！我说了离婚。其实离婚这件事，傅欣彤想了很多次，他认为边亮没有把心思放在家里，这样的生活他真是受够了。人缓缓解开睡衣，粗糙的肚皮上有一道很深的疤痕，这是傅欣彤生孩子留下的印记。难怪你越来越不愿意看我，是吧？不愿意看，就是不愿意看。我怎么不愿意看你？傅欣彤自己都觉得自己丑，让边亮赶紧逃。边亮知道媳妇病得不轻，让李曼带他去看中医。医生询问了一些症状，建议傅欣彤去看心理医生。傅欣彤听到这些话起身就走，她猜到是边亮让闺蜜带自己来这里的，所以情绪很激动。边亮回到家后，见到楼梯上的衣服，心里咯噔一下，看见傅欣彤靠在楼梯上哭泣，急忙安抚她来。傅欣彤知道自己状态不好，答应和边亮一起去看医生。经过诊断，傅欣彤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，进一步确诊还需要做一下问卷。医生看到傅欣彤的情绪有些抵触，就让边亮先回避一下。傅欣彤很配合询问，医生给出的最后诊断是躁郁症，但傅欣彤执着地认为自己就是得了精神病，医生说的话完全听不进去。傅欣彤的情况越来越奇怪，不管边亮说什么都很容易炸，但孩子打来电话他却十分清醒。表扬你，表扬你。不过我跟你说，你现在的成绩不作数啊，以后中考的成绩那才是最终的成绩，你知道吗？边亮本想让儿子走读回来陪陪傅欣彤，却被傅欣彤劈头盖脸一顿骂。他不希望儿子看到自己这样，整个人都非常的狂躁。边亮想帮边小芳请假，让他和傅欣彤一起出去玩，但是母亲那边要他自己去说。边小芳还不知道母亲生病，以为是父亲和他吵架了，让自己去劝和。回家后，边小芳求着母亲带他去游乐园。傅欣彤虽然不乐意，但考虑到儿子上学辛苦，还是答应带他去玩。两人去游乐园的路上发生了堵车，傅欣彤下车来疏导，没想到情绪失控起来。我不拍你，我不是你看到我看到没有？确实没看到，也没有，你让你好的。边亮不放心，一直跟在后面，见媳妇和人家吵起来，急忙过来劝解，怎料媳妇亢奋得很，边亮好说歹说才把她劝到车里。边亮把傅欣彤送到医院，事到如今他也不得不把傅欣彤的病情告诉儿子，希望他能正确认识这件事。医生再三嘱咐边亮不能再发生任何疏忽，告诉边小芳傅欣彤很在意他，希望边小芳和他一起去接傅欣彤出来。边亮和边小芳把傅欣彤接回了家，边亮点了外卖做午饭，但是傅欣彤想和边亮单独说话，所以把边小芳支出去了。傅欣彤知道边亮这段时间受了很多委屈，但是他越是这样，他越是很累，越发烦躁。每天醒来，傅欣彤都很崩溃，他没办法平静地面对边亮。说过的咱们离婚。说什么？我说离婚，离婚！我说离婚，离婚！我要跟你离婚！傅欣彤再次提出了离婚，他要逃离这段让他喘不过气的婚姻。面对傅欣彤的狂躁，边亮只能暂时答应。边亮去找边小芳，事到如今有些事已经不能再瞒着他。他告诉边小芳傅欣彤想和自己离婚，但边小芳却觉得是他不负责任，不想管他。边亮问边小芳和自己在一起是不是也会觉得很压抑？1万吧。我说还挺高兴的，你说特别烦你。边亮决定离开一段时间，让儿子接管起照顾妈妈的重任，也许这样他母亲的病会好起来。边亮收拾东西准备离开，傅欣彤反而落泪不舍，关上门后透过猫眼观察边亮，而此时的边亮并没有及时离开，而是站在门外哭泣。边小芳放学回来正好看到父亲要走，她害怕这个家就彻底散了，不由自主地哭了起来。边亮告诉她之后一段时间，她是母亲唯一的依靠，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她必须坚强起来。人第一天到花店上班，没想到就遇到顾客找事。我告诉你送女朋友的，我求婚用的，你给我包黄菊，你有毛病是吧？这黄菊是您要的。我什么时候要黄菊了？您当时递给我，我跟您说了这个。你少跟我废话，现在把这花给我退了。傅欣彤解释出售的鲜花不能退货，再说包黄菊也是男人的意思。男人因求婚失败，把怒气都发给傅欣彤。傅欣彤本身就有狂操症，被男人一击立马狂操起来，并失手把男人推倒在地上。这时花店老板赶了回来。傅姐，没事吧？你先冷静，你这边坐一下。男人爬起来还想打人，见店老板人高马大，再加之他自知理亏，只有悻悻地离开这里。
边亮知道情况后，劝傅欣桐换个环境，怎料傅欣桐认为自己没错。再说他和老板沟通过，认为今天的事情是顾客故意找茬，所以还可以在花店继续上班。傅欣桐批评儿子给边亮通风报信，叫他以后不要把他的情况告诉边亮，让边小芳送客，然后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。边亮不想就这么离开，他小声和儿子沟通，不要听他妈的话，有事第一时间告诉自己。两人正说着，傅欣桐又催边亮离开。边亮走后站在门外，傅欣桐其实也有些挂念边亮，他透过猫眼看到边亮在外面，心里也有些不是滋味。边亮独自去华哥烧烤摊撸串，得知边亮一直没从离婚里面走出来，他叫一个女人过来和他喝酒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边亮，你好，你好，我的一个好朋友啊，事业有成。女人也刚离婚不久，还把边亮拉进一个离婚群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女人看边亮状态不好，认为他还没有从离婚的阴影里走出来，劝他想开点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东方不亮西方亮，总有一个女人在等着他呢。边亮只有装作傻笑，他内心的苦水只有他知道。傅欣桐给边亮打电话，告诉他有人想买房子，让他回去把自己的东西拿走。边亮推开曾经温馨的家，想起往日傅欣桐迎接他的样子，当时的一家三口其乐融融，现在想起却成为了过往。边亮越想越心酸，禁不住在房间里哭泣起来。傅欣桐去医院复查，病情已经好了很多，临走还送给医生一束花。离开医院的时候碰到了东晓，东晓急匆匆地把诊断报告塞进了包里，两人一起在花店聊天。真羡慕你啊，每天可以在这么美的环境工作，跟神仙一样啊！是啊，我也特别喜欢这儿，而且这份工作非常适合我。东晓羡慕傅欣桐有勇气重新开始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而傅欣桐却让东晓赶紧脱单。怎料很多不确定性困扰的东晓，只是他不便给傅欣桐说而已。边亮一个人坐在海边喝闷酒，这时东晓发消息约他吃饭，边亮没有回复，想来想去还是去了东晓的家里。怎么着，今天晚上打算住这儿了？这是个好办法。我可以呀，你有这个胆吗？当然没这胆了。边亮有贼心没贼胆，他虽然喜欢东晓，但毕竟那是以前的事。他不明白活到中年把自己活没了，妻子离婚，房子也要卖，原本幸福的生活感觉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始终想不明白自己错在了哪里，甚至连傅欣桐的病都和他有着斩不断的关系。东晓放了一首歌试图开解边亮，其实每个人都做过一些自认为别人好的事情，却没有想过别人究竟要什么。两人说话间突然听到有人来敲门。这是赵显，我不想给他留有余地，我是为了他好。东晓不想理会赵显，边亮怕出事打开门去看了看，但外边不见赵显的身影。人缓缓摘下自己的帽子，雪亮的光头惊掉所有人的下巴。看大家紧张的样子，东晓急忙打破僵局。这新发型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是？原来东晓得了乳腺癌，他给自己放了个长假，去英国做了乳房切除手术，通过几次化疗，癌细胞已经消除，现处在康复阶段，相信再过一段时间又会满血复活。见东晓乐观向上的样子，大家心里五味杂陈。花店得到一个会议订单，老板让傅欣桐单独去完成，本身计划的好好的，怎料到了现场却发生了改变，哪都不行，工人们七嘴八舌。傅欣桐被吵得心烦意乱，感觉狂操症马上就要爆发。他跑到僻静处缓缓的呼吸，心里面默念一定会处理好，慢慢来。经过几分钟的调整，傅欣桐克服了恐惧，出来后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。回到花店后，正准备给老板表功，怎料这时边亮带着边小芳来了。那个正好是展览馆那边有一个命题组的一个公开课，挺不错的，我先连他去听了一下。为了庆祝工作完成的顺利，傅欣桐带着他们去吃火锅，并告诉他们今天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差点又发病，不过他努力冷静了下来，也许一切都在慢慢变好。边亮喜出望外，特意要了一瓶啤酒庆祝傅欣桐克服了心理障碍。由于有了前几次的出色工作，花店口碑越来越好，酒店接连承办3场婚礼，所有的花艺设计都请傅欣桐负责，并且有意向长期合作。傅欣桐和老板说了婚礼花艺的事情，准备晚上回家就把方案弄出来，没想到老板却说这个活帮不了他了。我决定把这间店卖出去。把店卖出去？为什么？怎么会这么突然？老板打算到大理去开店，这也是他多年的想法，只是迈出这一步还得感谢傅欣桐，因为他看到傅欣桐的努力，才使得他有勇气去大理。他问傅欣桐有没有想法盘下自己的花店，或许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好的选择。傅欣桐非常喜欢花店，但要是自己来经营，还是心里面没底。花店老板让他不要着急下结论，回家商量后再做决定。回家后，傅欣桐准备给边亮打电话商量此事，但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打。花店老板得知傅欣桐还没给边亮说起此事，于是告诉他边亮一直以来都在关心他，还帮助小店揽了很多生意。我觉得你应该给他一次机会。花店老板拿出一束花，这是边亮嘱咐他送给傅欣桐的。看到贺卡上写着纪念日，傅欣桐才发现他和边亮已经结婚15周年了，风风雨雨相濡以沫，就像卡片上写的，深情不及久伴，厚爱无需多言。回家后，
傅欣彤给花店老板打电话，决定盘下花店，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边小芳。不过傅欣彤让他帮自己保密，千万不要告诉边亮。边小芳转头就把这件事告诉了爷爷，并且说母亲正在筹钱。边父第二天就去花店找了傅欣彤，给了他一张卡。他很支持傅欣彤盘下花店，也理解他不告诉边亮，这笔钱是边父的养老金。傅欣彤能用得上这笔钱，他也很高兴。我开店怎么可能用您这个钱呢？您千万收起来。傅欣彤不愿意收。就在这时，边亮来了。分开这段时间，傅欣彤一直在反思自己，其实他一直在挑边亮身上的毛病，现在想起来有些惭愧。边亮和父亲以入股的形式帮傅欣彤开花店，傅欣彤这才同意用他俩的钱。边亮新公司开发了无人驾驶送货汽车，前景非常好。在东晓的撮合下，赵显的公司投资了这个项目。边亮和傅欣彤一起去了海边，见到有人在拍婚纱照，边亮拿出一直戴在身上的婚戒，说要和傅欣彤补拍一次婚纱照，与过往和解。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。